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我们看见这轮行情，美股终于出现了一个调整。这个调整呢，从上周三就开始了，有了悟空阴线和八戒阴线，但是呢，它的多头趋势依旧存在。原因是本轮对于道琼斯工业指数美股来说，走出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突破了前面行情当中位于34000点的一个等位置波峰。4次等位置波峰突破之后，行情进入到了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当中。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走出悟空阳线组、八戒阳线和沙僧阳线组之后，在沙僧阳线的这个震荡区间发生了一定的回落，同时我们观察到本轮行情道指是不断上涨，那么刚刚开始回调，但比特币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们一直看到处在一个日线级别下跌的一个回调动作当中，原因我们认为是美股的上涨吸引了大量资金进入美股，从而让比特币进入到了一个回调阶段。但是呢，美股最近一段时间的调整过程，比特币并没有加速下跌，而是在当前位置进行了一个日线级别的横盘震荡。虽然有机会回踩144均线和169均线，但是呢，对于比特币来说，我认为它在周线级别的多头趋势依旧存在。只要美股回归到震荡行情当中，将为比特币的多头带来更多的机会。同时呢，我们也看了今天的多空数据，在这样的一个多空数据当中，我们明显看到出现的币种几乎减少了3倍以上。原因是在震荡行情当中，我们这个多空指标就会在很多币种当中失效不出现明显的多头趋势的不在这里显示，不出现明显的空头趋势的不在这里显示。也就是说，在震荡过程当中震荡行情当中，我们4小时级别、15分钟级别还有5分钟级别的这些多空币种很多就不显示了。只有出现明显的多空信号之后我们这个信号器才会出现有效的显示。这也证明呢，对于大多数主流币和山寨币来说，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震荡行情当中。那么这轮行情当中非常明显的龙头币种是 YGG， 我们看到已经做出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动作，由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构成日线级别上涨西游，这在熊市行情当中是并不多见的。同时呢 ，YGG 是元宇宙板块、游戏挖矿这个板块的，也带动了 GALA。GALA 出现了一个快速上涨，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GALA 的成交量是平时的3倍之多证明出现了一个底部换手高位底部换手爆量量价齐增的一个画面。但是 GALA 出现的这波上涨呢，明显它的时间级别是远低于 YGG 的，因此呢 YGG 构成了本轮上涨行情本轮游戏板块上涨行情当中的龙头币种。进入这种币种在当前时间点要特别小心，因为我们之前就经历了 AUCTION 经历了它的一轮上涨，我们也在这个Action 的上涨过程当中赚了一波它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利润。同时呢，它的一个上涨过程走势非常犀利，把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就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走出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之后，一轮4小时级别上涨西游直接见顶于17.7美金。我当时是在7月27日下午3点50几分的时候，让 VIP 群当中朋友立刻减仓，因为涨得太快了，出现一个4小时级别上涨西游，往往是一轮行情见顶的一个标志性的 K 线。那行情涨上来之后，我们认为它做出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对称性的下跌，对多头进行了全面的斩杀全面的碾压。碾压之后呢，目前价格刚刚稳定在5.5美金附近。所以呢，为了避免高位去追高的这种情况对于 YGG 的一个参与，我认为你起码要等待等待什么情况呢？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日线级别有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它做出了一个4小时级别悟空阴线、八戒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做一个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做一个4小时级别的这个相对大的一个时间级别的调整之后，
才可以进一个仓位，并且呢，这个仓位一定要设置止损，这样呢才容易得到赚到它有可能发生的周线级别上涨的一个利润。我们看到周线级别在本周上走出悟空阳线之后，上方是有可能走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但是抓这个利润一定要耐心等待它回调动作发生之后，回踩动作完成之后，经历了一轮调整才是可以介入，就是为了避免刚才我们提到的auction 这种对称性涨跌带给你的风险。同时呢，对 YGD 的参与一定要注意听我说要进入的是一个仓位，不可以全仓，并且呢，这个仓位进入的同时也是要设定止损的。如果它能够出现4小时级别调整，进入一个仓位设置止损之后另一个仓位怎么介入呢？另一个仓位如果它达到了你的止损，做出了和日线级别上涨对应的日线级别下跌这种情况下日线级别下跌有悟空阴线、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对称性的下跌完成之后，才是可以进入日线级别的这个仓位的，日线级别调整之后的这个仓位的。那 LTC 呢是本轮行情当中减产之后回调比较多的币种。减产之后呢，我们看到它的最大回撤到达了25%到30%这样的一个区间。回撤之后呢，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结构。在这样的结构当中，我们认为到达$83底边线的这个位置上，反弹目标点位是在$95附近，并且呢，这个过程将会持续到9月中旬。到达9月中旬之后，接近行情当中结构上的一个近焦点的区域上容易发生变盘。变盘之后可能会回踩一下$75附近。这个位置如果能够到达$75，它是在结构上的一个黄金坑的这个位置。结构上的黄金坑怎么判断呢？首先看当前行情是一个收敛三角形，跌破底边线的位置将会进入到黄金坑。同时呢，我们要观察前面行情底部震荡过程当中它的一个筹码密集区大概是在$70附近，因此呢，能够挂单成交的位置，我认为是在$70到$75这样的一个区间。到达这个位置上之后，容易在焦点位置上形成一个缠绕。我们认为横有多长，纵有多高，只要在$70到$75这个位置上持续缠绕之后，还是容易反弹上来。未来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压力位在$115附近。$115怎么来的呢？我们看到$115是由20年12月到22年4月长达2年的一个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最大的痛点和压力位。这个位置未来一定会最终突破之后呢，LTC 的上涨空间将会被打开。因此呢，如果接近$70和$75这样的一个 LTC 将会进入到黄金坑，极具投资价值。就这一点来说，我们之前的 UNI 也是这种情况。UNI 在行情震荡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底部的波谷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支撑位被跌破之后，$5.5下方的 UNI， 我们当时就给会员频道开会说，这个位置上是一个黄金坑。到达这个位置之后呢，由于焦点的一个吸引力作用，我们看到UNI 这个焦点的吸引力作用让价格得以回升，几乎是有了一个翻倍的行情。到这个位置上，它已经成功的做出了什么呢？做出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形，目前呢正在做一个日线级别的调整。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可能会做一个日线级别调整，再次到达$5.5之后，将会得到重新的支撑，从而呢有可能开展它的下一轮周线级别上涨。所以呢，行情很多时候都遵从 K 线西游战法当中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规律。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